你好，我是阿力。那么我们频道的老观众一定还记得，在 Robinhood 新股发行之前，我在节目里面安利了这只股票。那么我说啊，如果首日暴涨呢，就出掉；如果说首日这个暴跌呢，就多拿几天。那么这只股票还是非常值得投资的。那么同时啊，我还拿了这个 Coinbase 做了对比。那么自己呢，我也是申购了一些这个新股。后来大家也都看到了，上市首日 Robinhood 结果暴跌了，但是呢，没过几天，这个 Robinhood 就一路高歌猛进啊，最高上涨到了这个85美元。那么说明阿力呢对美股的这个把控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啊，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这个 Robinhood 的这只股票啊，同时啊，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会看好这只股票的未来。那么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如果说你想操作美股的话，我们对比一下这几个美股的操作软件啊，那么包括 Robinhood 本身，然后呢这个对比 Momo 和微牛。那么节目的第三部分啊比较重要，我会带大家看一个值得埋伏进去啊，也是我将会重仓的一只股票。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赚钱。那么从本期视频开始啊，我们聊一下美股。那么加密货币的视频呢，同时也会定期的更新，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啊，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每次赚钱的机会了。我们先来看节目的第一部分啊。那么我之前推荐大家去申购这个 Robinhood 新股的那期节目啊，将 Robinhood 和 Coinbase 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今天来回放一下啊。次视频我们提到的一个 Robinhood 软件它 IPO 上市的这个情况啊，目前在 Robinhood 它自身的这个软件上已经可以去申购这只股票的新股了。那么我个人呢也是认购了一部分，打算在上市的首日或者是次日呢抛掉。我们来一起伤害一下 Coinbase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 Coinbase 的软件啊，如果说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高中生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么 Robinhood 可能就是研究生的水平啊。我们可以看得出啊 ，Robinhood 是属于比较低调的一个上市的 IPO， 后市的爆发的潜力啊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万一上市首日它没有像我预期的这个大涨的话，那么我也是愿意长期持有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对这个 Robinhood 的判断呢，基本上是全对了。后来呢，当我看到木头姐 Casey Wood 他管理的这个 ARK 基金啊，有两个基金啊 ，ARKK 和 ARKF， 同时呢在大量的买入这只股票的时候，就更加印证了这个我的判断。我当时说这个 Coinbase 呢，是因为没有对手，所以才会被这个木头姐看好。那么现在这个对手来了，而且深受木头姐的喜爱。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到底呢Coinbase 和 Robinhood 谁会笑到最后。那么今天呢，刚刚也是Robinhood 第二季度的这个财报更新啊，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么第二季度总营业收入 Robinhood 是这个 5.6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31%。分析师给出来的预期呢是 5.595 亿美元。那么第二季度基于交易的收入呢是 4.51 亿美元，其中来自加密货币的收入呢是 2.33 亿美元，约占了 52%， 那么是去年同期的 46.6 倍啊。那么去年同期加密货币的收入呢只有这个500万美元，那么这其中这加密货币这个收益呢 2.33 亿美元，其中有 62% 呢是来自于狗狗币。那么 Robinhood 同时发出警告啊，他说如果狗狗币的交易活动放缓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公司的业绩。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Robinhood 的这个技术指标啊，我们就是还是用这个 Momo 的软件啊。那么看一下这个资产负债表，第一季度显示总资产呢是151亿美元，总负债呢是166亿美元。总体来看呢，数据呢是非常的不好看的。然后呢，看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现金流呢也是负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他们这个第二季度季报会稍微好看一些啊，刚刚也都说了，第二季度的季报呢确实会比较好一点。我们看这个流通股通会发现，在上市开始的时候 ，ARK 基金就开始埋伏进去了。那么我们看现在这张图片啊 ，ARK 基金啊，在这个 Robinhood 上市几天之后啊，持续增持了324万股。那么这是得有多好看好这一家尚未盈利的公司，才会这么大手笔去这个埋伏进去。那么相对比这个 Coinbase， 我们看这张图片啊，那么木头姐呢是只买598690股啊，高下立判，马上就分出了胜负了。那么这其中跟这个股价可能也有点关系，因为 Coinbase 的股价呢大约是Robinhood 的5倍。那么我相信啊 Robinhood 将来一定会给 ARK 基金一个非常不菲的回报的。好，那么我们来聊这个今天第二部分。如果说你想要做美股的话，到底该选哪一个券商呢？那么我们
以 Robinhood、Momo 和微牛这3个软件作为一个对比，然后呢，最后我会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啊。Robinhood 是我2019年就开始用的一个软件啊，因为操作方便啊，交易美股呢还是免佣金，而且呢，最重要的它是可以自由的买卖加密货币啊，有7个加密货币可以买卖。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这里面有狗狗币，我们频道的观众都知道这一点，我经常是用 Robinhood 来交易狗狗币的。但是呢 ，Robinhood 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呢，就是这个免费会员呢，它不让你看这个 Level 2啊，就是美股的 Level 2。你想要看的话，需要交每月$5，而且呢，即便你交了这个$5成为会员了，你要想看财务报表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啊，那么根本就不够你看的。那么在软件设计方面，我在这里呢就不得不表扬一下这个国产的软件了。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看了一下 Momo 的这个操作界面，那么 Momo 在财务报表和 Level 2这方面呢都是免费提供给你的，而且呢这个 Momo 还有资金流入流出的数据啊，方便你参考。那么甚至还有这个研究报告、机构评级啊，感觉就像这个做了头等舱一样。最关键的呢是在美国的朋友，你交易美股 ETF 以及期权呢都是免佣金的。那么现在这个 Momo 也支持交易港股了，如果你在美国想要交易港股的话，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么就目前我所知道能交易港股的这个美国交易软件也就 Momo 和这个阿币了，但是呢 Momo 比阿币的这个佣金呢要低不少的啊。那么接下来说这个微牛，那么微牛在软件的设计上呢还算可以，财务报表啊什么的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在这里说几个它的缺点啊。第一就是 Level 2它只给你3个月的这个免费的时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港股美股它是分开的一个账户啊，而且呢是美国居民呢它是不支持交易港股的。那么第3点呢，就是如果你隔了一段时间没用这个软件呢，那你的这个账户呢就会被强制重置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要卖掉这个软件里面的这些股票的话，你需要重新验证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和身份证件。那么这是我朋友亲自遇到的，那么给大家发一下这个聊天截图啊为证据。那么微牛有个好处呢，它是可以交易狗狗币的。但是呢，缺点就是手续费啊非常非常的高，比 Coinbase 还高。不建议呢大家用这个交易软件去买卖狗狗币啊。那么所以呢，从这个界面、功能、佣金各个方面综合来看呢，这个 Momo 呢的确是比其他2家呢更加的优秀。所以呢，我现在也是非常习惯用 Momo 来看这个行情、看交易。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呢，去开这个富途 Momo 的这个账户啊。那么开户的这个福利和奖励我也同时写进去了，大家去看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节目的第3部分啊，重头戏。接下来的日子啊，我会重仓一只股票分享给大家，那么就是图森未来图森宝，那么代码呢是 TSP。那么为什么我要重仓这只股票呢？我会把所有的原因和风险呢都会告诉你。首先这个股票呢是这个做卡车自动驾驶软件的，那么这在美国呢是属于第1家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铁路呢是非常的不方便啊，不发达啊，大部分卡车，而卡车这一块做自动驾驶啊，能很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安全性。那么图森未来呢就是做这个业务的，那么他们公司呢是为卡车车队呢提供技术支持和数据服务。可以肯定的呢是他们的几十万迈的这个路上的这个测试呢有了大量的这个数据库啊，那么他们公司的算法呢也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卖点。那么图森未来它有2个盈利模式啊，第一类呢为成员人购买这个图森 OEM 厂商打造的这个 L4 的无人驾驶重卡，那么并按照一定的费用啊订阅这个服务，包括自动驾驶软件、无人驾驶监控系统、高清地图支持和这个服务保修等功能。那么第2类呢是图森未来运营自有的无人驾驶车队，为物流企业客户呢提供运力服务。我们照常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这个财务情况，打开这个 Momo 的软件啊，那么果然啊，不出意外，那么这家公司的季报呢也是显示的这个亏损，那么现金流呢也是负的。那么唯一能给人希望的呢，就是这款 L4 级别自动驾驶卡车呢已经预定超出了这个6500万辆。当然了，它在风险中也提醒啊，这些订单可能随时会被取消。那么中文名图森未来，重点呢它放在了未来的上面啊。另外呢，我要继续拿ARK 基金来说事儿了啊。那么
木头姐开塞雾的从今年的7月26日到8月13日持续买入图森未来，累计363万8510股，分别在 ARKK 和 ARKQ 这2只基金里面。那么与此同时呢，很多其他的这个华尔街的机构纷纷给这家公司非常差的评级啊。另外呢，这个在中文的这个网络上面啊，同时也写出了很多不好的这个差评啊，给这家公司的评价非常低，说这个图森未来到底还有没有未来啊？那么我们普通人呢是无法全面的获取这些研究报告的，但是呢，抄这个木头姐ARK基金的这些作业呢，我认为还是可以的。那么看看这个不被其他机构看好的这个图森未来这家公司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呢？那么只能够拭目以待。那么以上呢都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啊，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视频，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